王一博机场被代拍对脸围堵，一身大牌穿搭却全程紧绷沉默。同一天，广告大片里松弛贵气判若两人，网友怒批这哪是追星，就是把明星当。王一博机场被代拍对脸围堵，一身大牌穿搭却全程紧绷沉默。同一天，他在广告大片里却展现出松弛贵气又从容的状态，前后反差之大，让不少网友直呼这哪里是在追星，分明是在把明星当成赚钱工具，进行无休止的骚扰和消费。7月21日，王一博从兰州飞抵深圳，随后准备转场珠海参加 China GT 赛事。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工作行程，却因为机场现场的一幕引发巨大争议。人刚走出机场，迎面而来的不是正常的通行空间，而是一群举着手机和相机的人群。镜头里几乎看不到完整的道路，满眼都是拥挤的人头，以及不断逼近他脸部的拍摄设备。身旁工作人员不断伸手阻挡，试图为他留出一点距离，手臂挥动到几乎没有停歇，却依然挡不住那些不断往前挤的镜头。而面对这样的混乱场面，王一博始终低着头，没有回应，没有争执，也没有表现出明显情绪，他只是肩膀微微绷紧，身体保持着防御性的姿态，在人群中一点点往前移动。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现场那种压迫感。很多人看到这段视频时，第一反应都是愤怒，这些人也太疯狂了。但真正让人觉得难受的是当天发生在王一博身上的巨大反差。就在机场围堵事件发生的同一天，他所代言的 Jimmy Choo 发布了最新广告大片。镜头里的他站在专业灯光和镜头语言打造出的空间中，整个人状态完全不同，动作舒展，神情松弛，眼神里带着属于顶级艺人的自信和掌控感。那一刻的王一博是公众熟悉的明星模样。可几个小时之后，离开舞台和广告镜头，回到属于自己的私人行程里，他却被困在人群中央，只能靠沉默和忍耐消化眼前的一切。身上的罗意威衬衫依旧整洁，发型也没有明显凌乱，但那种无法隐藏的疲惫和紧绷感，却比任何语言都更直观。这也让很多人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，到底是谁会一次又一次守在机场等待他的出现？又是谁把这些原本令人不适的围堵画面当成可以传播、消费甚至交易的内容？不少不了解情况的路人第一次看到这种视频时，可能会误以为明星出行果然排场很大，或者觉得又是粉丝去机场接机。但真正去看评论区，会发现很多网友的态度非常一致。大家指出，这些人很多根本不像普通粉丝，他们很少呼喊，很少表达情绪，更多时候只是沉默地举着手机、相机甚至 GoPro， 对准艺人不断拍摄。他们关注的不是和偶像互动，而是尽可能获取更近、更清晰、更容易出售的画面。因为这些照片和视频最终可能会被整理出售给相关账号，或者挂到交易平台进行买卖。而这背后就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灰色产业——代拍。代拍和真正的粉丝本质上并不是一回事。对于代拍而言，明星的行程信息是一种商品，某位艺人什么时候飞，乘坐哪趟航班，从哪里出发，抵达哪里，这些信息在一些圈子里甚至形成了明确的交易链。得到信息后，
他们携带专业设备，提前蹲守机场，等待拍摄机会，而照片越近越清楚，越能捕捉到艺人的正脸、表情甚至眼神，价值往往越高。一些极端情况下，为了获得所谓独家视角，镜头甚至会直接贴近艺人的面部。这也是为什么现场工作人员会拼命阻挡，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，他们追求的并不是一次正常记录，而是一个可以卖出去的画面。你挡住的不只是镜头，也可能挡住了他们赚钱的机会。王一博这次引发大量讨论，很重要的原因在于，很多人都看出了现场缺少一种最基本的尊重。真正喜欢一个人的粉丝，不会在看到偶像被挤得无法正常前进时，还继续往前冲。真正的喜欢，是看到他疲惫会心疼，是希望他能够拥有一点私人空间，是希望他工作之外也能像普通人一样喘口气。王一博的生日礼物够硬核。今天的 China GT 珠海站，王一博用一场教科书级别的语战绝杀，让所有质疑他只是来玩票的人集体失声。从第18位发车到站上领奖台，这不是剧本，这是硬实力。当赛道变成泳池，当能见度几乎为零，当半数车手在湿滑路面上挣扎，王一博却像一头蛰伏的猛兽，从第18位疯狂撕咬，一路超到第15位。别跟我说什么只是组别第3，在全场混乱的雨战中，零失误、稳定超越、安全交棒，这3项每一项都是对心理素质和驾驶技术的极限压榨。更狠的是他的赌徒心态，在赛道半干湿的状态下，他敢用干胎起跑，这乃是开车，这是在刀尖上跳舞。他不仅跳了，还跳得无比华丽，利用干胎在湿地的极限窗口完成致命超越。当雨势大到连红旗都出动时，他已经用最硬核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有人说他是流量明星，但今天他只用成绩说话。看台上那群在暴雨中坚守，提前为他唱起生日歌的粉丝，你们该骄傲，因为你们喜欢的不是一个被包装出来的花瓶，而是一个在极端条件下敢打敢拼，用方向盘改写偏见的真正车手。当他在领奖台上与队友分享喜悦时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季军，而是一个男人在非议中用速度与激情写下的最霸气的自证。别再吹什么天选之子了，真正的强者靠的是在暴雨中杀出一条血路。王一博，这个生日礼物够硬，够狠，够痛快。